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唐韵。郭芳消失之后，北京的雾没有散，反而更浓了。整座城市都像被什么罩住了一样，网上是一片静，但线下的传言却越来越多。有人说那不是雾，是掩盖真相的烟。因为随着郭芳从公司名单上撤出，一连串离奇的巧合开始出现了。演员宋伊人失联，郭俊辰被灵媒警告，还有人爆出启浩艺术馆里那尊诡异的人体雕塑轮廓竟然和于朦胧几乎是一模一样。灵媒 William 在直播里哭着说，他还在那里，只是换了形式。全网都炸了，但是北京依然是一片沉默。外媒呢，却在开始行动。印度的《经济时报》报道，案发的社区有上百户现在在挂牌卖房。印度的媒体 Y-On 说，遗体可能被制成艺术展品。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都有民众替他点灯祈福。非政府组织阿瓦兹全球联署的人数已经冲破了64万。世界在说，我们看见了，但在中国的网上，于朦胧这3个字仍是禁语。北京的天空一样的灰暗。气象台说那是雾，但街头的标语在说满城尽是于朦胧。白雾不散，真相也没有散。我们昨天曾经谈到过，启浩兴业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华都饭店有限责任公司，还有北京航港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这3家北京的大公司，就在11月初同时更换了他们的法定代表人，从郭芳同步的换成了一个名字叫做齐宁的人。经过搜索，我们发现郭芳是80后，她生于1981年，但她的头衔却多得吓人，包括北京首都旅游集团的战略发展与投资中心总经理，北京首环文旅投资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王府井集团董事，中国全聚德集团董事等等。至2025年，他担任3家企业法定代表人，10家企业高管。根据公开的资料，启浩兴业北京有限公司是华龙旅游实业发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华龙旅游实业又是由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100%控股。最终，北京首都旅游集团的唯一股东是北京市政府。有网友就表示了，他几乎是北京所有最赚钱公司的老板，光环球影城这一项投资就高达30亿美元。还有网友质疑，他如此年轻，却是这么多北京知名公司的高管，真的好神奇啊！究竟是何方神圣？原来北京有一位前市长叫郭金龙，郭芳、郭金龙这一条线我们可以挖一挖。目前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郭芳和郭金龙之间任何联系，但是一个80后能够同时担任10家国企公司的高层，又在于朦胧案不断发酵的最敏感时刻，从被指涉案的启浩兴业金蝉脱壳，难免会引起网民质疑他的背景强大。启浩兴业控制的启浩艺术馆被指是于朦胧案的作案现场之一，那里面展出的所谓艺术品很多都是极端的怪异，令人不适，早就被网友贴上了祭坛、真实体标本、犯罪背景的标签。灵媒 William 日前在直播中透露，于朦胧真实的身体可能被存放在博物馆里。于朦胧说，那些人曾试图对他去世后的身体做仪式，但没有成功，这与先前网络上传出的献祭一说十分契合。有网友对比了于朦胧与启浩艺术馆最新宣传的诡异人体，发现它们的重叠度竟然高达99%。灵媒还透露，于朦胧的灵魂表示，他有些生气和不开心，因为有人散布他透过假死已经到法国巴黎生活的谣言。他证实自己确实是遭受了极端对待，并且已经去世了。希望大众不要受到假讯息的干扰。
他还警告那些不好的人不要骚扰他的妈妈。灵媒在进行直播时，突然感觉到他的耳朵非常的疼痛。于朦胧暗示，这可能与他的耳朵被施加了某些可怕的行为，甚至可能已经消失了有关。朋友们，接下来是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数据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那就是神盾 VPN。我们的团队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的 VPN， 它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的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第一台呢，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而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这2台之间是端对端的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没有办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没有办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还可以全家分享使用。现在购买2年的方案可以享受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的优惠码大师局的拼音会再打9折。30天内如果您不满意，我们会给您全额退款，可以说是无风险的试用。欢迎您点击我们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进行购买。这位灵媒还说，他突然感到非常不安，号召所有人去紧急寻找郭俊辰，要求他出来直播报平安。特别是接近11月5号，这一天是月亮超大日，而于朦胧出事前也是罕见的血月，这些特殊的日子可能都与献祭有关。郭俊辰曾和于朦胧合拍过一个电影，叫做《太子妃升职记》，他们有3个非常相似的地方。第一呢，长相都属于清秀型，都曾被注册过军火类的商标，还有都和宋伊人合作过。最让人担心的是，郭俊辰先前也曾在直播当中发出救命的呼声，而他今年的生日直播当中，经纪公司给他准备的生日蛋糕竟然有5个血红色的寿桃，被认为这暗喻着无路可逃，这更是急坏了网友。不过日前网上传出了杨牧新公司叫做天一娱乐的艺人名单当中有郭俊辰的名字，那这让很多人都松了口气，认为这是杨牧出手救人了。不过这事儿还没有得到杨牧公司的确认，我们希望这是真的，希望不会再有下一个于朦胧。还有另外一个消失的人，就是宋伊人。他之前呢被指出是涉及于朦胧的命案，他本人也在9月22号发了律师声明，23号又发出了5点声明否认，但网友们根本就不信，都喊话让他拿出你不在场的证据。结果呢，最近有网友爆料，宋伊人自从去了云南，就突然人间蒸发了。听说有一大批的剧组和合约方都在找他赔偿违约金，但是呢，根本联系不上他。于朦胧案发生后，网民发起了拒看宋伊人作品的运动。他原本要演的新戏不遇云商不遇你，据说呢也被换角了。他早年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一些不雅的老照片也被网民们都挖了出来，这使他清纯的人设现在是彻底崩塌。北京官方在于朦胧事发后一直是拒不发声，直到9月21号事件压不住了，才发了个通报，说他是酒后意外，还抓了3个所谓编造传播谣言的人。但这时再也没有人相信官方的话了。而现在在中共的封禁下，于朦胧这3个字，甚至连他最深入人心的角色
白针都成了禁忌词。有网友说，他自己的小红书小号又被封了1个月，他什么都没发，只是在回复别人时用了白针、四哥做代称。另外，在云南野小孩事件的相关讨论下留过言，就遭到了封禁。这位网友怒斥于朦胧既未触犯法律，也不是劣迹的艺人，我实在不解，为何关于他的消息会被限制传播？这到底有啥秘密？但网友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用新招在扩散信息。有人号召以于朦胧的名义捐款，还有网友说，现在寄快递、点美团、上大众点评都改成和于朦胧相关的名字，就是要做啥都带上他的名字。网友愤怒地表示，看你们当局有多少公关费来烧，继续洗人民的血汗钱。在国内消息被严密封锁的同时，于朦胧事件也烧到了全世界。印度的《经济时报》的 Economic Times 第2次报道了这件事，内容非常惊悚，说于朦胧坠楼的小区现在有100户集体是挂牌出售房产，因为居民受到生命威胁，根本就不敢开口。报道还指出，于朦胧案疑点重重，怀疑是由15名嫌疑人策划，包括官员子女、艺人，还有娱乐圈的内部人士。他们办了酒会，诱骗于朦胧参加，然后害了他。印度的 YON 也在第2次报道当中提到了遗体怀疑被放在艺术馆，成为标本艺术品的指控。在新加坡，很多根本不认识于朦胧的民众都在默默地去佛寺为他点灯祈福。在10月的水陆大法会上，有很多人特地供了大牌位给于朦胧，为他做功德。全球最大的非政府组织阿瓦兹上，为于朦胧讨公道的全球联署已经超过了64万人。有网友指出，阿瓦兹曾在2016年成功地推动了巴西议长辞职下台，期待曾经的罢免神迹会重现。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很玄，但是又很现实的现象，那就是北京的天气。10月底到11月初，北京出现了非常离谱的特强浓雾。中央气象台先是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11月1号又升级为橙色预警。北京通州、山东德州等地能见度不足50米。官方宣传媒体把这种空气品质极差的现象，竟然美化成了宛如仙境一般，我真的太佩服他们了。但民间的解读却完全相反，很多人意识到这一句话的深刻含义，那就是中国大陆满城沉浸在于朦胧之中。古人则认为，白天持续不散的白雾是一种不寻常的天象异象，代表着天人感应的警示征兆。根据传统天人感应思想，天地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君主的德行与政事与天象是息息相关的。汉代《淮南子》记载，冬季不合时令而出现白雾、雾似塞等异象，往往被视为君主施政有失，天以此警示，预示可能的灾祸和政局的动荡，提醒君主修正之道。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白雾等天象为灾异前兆，向皇帝上书，指出当时朝政不当，引发天意不安，要求修德以谢天意。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线索。高层切割，与案发地艺术馆有关联的北京国企高管郭芳被迅速转移，他背后直指着北京市政府。相关人士消失，宋伊人人间蒸发了，郭俊辰被灵媒发出紧急警告，安危不明。内外温差，国外媒体深入报道，海外华人是自发悼念，国内是疯狂的压制言论，连白针都成了敏感词。这起事件早已不是一起单纯的坠楼案，它就像一个线头，正在扯出中共权贵、资本大佬还有娱乐圈内部那张错综复杂的利益网。于朦胧的恩师宋祖德在11月2号再次发文，他说，其他星星消逝都可以悼念，而他却不可以，他却成了敏感词。
他不愿意同流合污，错了吗？有网友为于朦胧写了纪念歌曲，歌词中写道：千不该万不该，让你登上那吃人的舞台，一片真心换来背叛，这个世界病了，容不下良善。这件事发展到今天，已经远远超出了娱乐圈的范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腐败的权力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试图掩盖真相，压制人民的声音。但就像北京那场散不去的大雾，真相也许会朦胧，但它从未消失。朋友们，您对郭芳的新线索有什么看法？您认为宋伊人和郭俊辰的失联和这件事有关联吗？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下方留言，让我们一起让这件事情保持热度。我们会持续对这个事件进行追踪。这里是大师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